逆大天！没想到抬头者不仅曾经是星河猎手的一员，而且爱翻垃圾桶的原因居然和流萤有关。3点端助午觉，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全套剧。虽然早在台东喜剧里，官方就玩起了抬头者爱翻垃圾桶的等。后续的 2.0 遇到 PV 了不起的塔洛夫，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垃圾桶大战的闹剧。但直到这次的 2.1 版本揭露了流萤和萨姆的关系后，我们才发现这个遇到 PV 绝不只是玩等那么简单。它所涉及到的剧情背景不断暗示了抬头者失忆前和流萤认识的经过，甚至还揭露了流萤曾经作为苍穹帝国女皇的过去。首先，老米曾多次暗示了萨姆和王夏一统之间的联系，不仅在 2.0 前瞻里对两个角色用了高度近似的性的描述，连应当在自己的角色故事里对萨姆的描述也是和塔洛夫里这些垃圾桶一样的铁皮人。而且塔洛夫封面上这个巨型垃圾桶，他头上打的结也和流萤的发饰高度相似。此外，发我发帖站的匿名短信里也说自己是我们最爱的自热垃圾桶，并且钢铁般的外表下还有着烟火般璀璨的内心。大家觉得这是在暗示哪位朋友呢？就请打在公屏上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很牵强，不妨再注意一下塔洛夫里纳莎最后的这段旁白。之前我们一直都把天火理解为佛祖的岩枪，认为这里致敬的是抬头者穷的原型，也就是德比手持天火大剑的凯文。但放眼整个皮沃汤尼，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重要角色和天火有关，他就是我将点燃大海。而抬头者后面变身成为的垃圾桶战士，仔细观察一下他的动作，就会发现和萨姆的大招超新星舵载简直是一模一样。要知道，萨姆和流萤其实是来自苍穹帝国德拉莫的歹刀人战士。曾经的帝国议会为了对抗黄羽皇灾的威胁，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化兵器女皇泰坦尼亚，并以它为中枢制造一批银白色的机械大军及苍穹铁骑变形跳。这些骑士和女皇通过梦境相连，带往着彼此的记忆和战斗经验。换句话说，包括流萤、萨姆在内的所有苍穹骑士都能算是女皇的复制体及其意志的延伸。所以萨姆在和皇权对峙时，才会说自己没有做梦的机能，并且在抬头者以外的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孤傲。然后随着苍穹铁骑在虫群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执政议会的野心和胃口也开始越来越大。他们利用女皇的战争潜力，便要出一个点都不能再点的殖民主义谎言，要将文明硕朵带往所有蛮荒的边境，令其领略帝国的仁慈对于统一。所以不出意外的，女皇开始向议会发起了反抗。最终，女皇的骑士和议会的战舰两败俱伤，而德拉莫也毁于一旦，成为太空中一道寂静的坟碑。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这段剧情和了不起的塔洛夫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仅都有铁皮人和虫群战斗的内容，而且明明是叫垃圾之王，可他却是人类的形象。如果我们把德拉莫的虫巢对应塔洛夫剧本里的寒潮，把这些垃圾桶对应女皇的苍穹骑士，把伪王塔洛夫对应囚禁女皇的执政议会，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也难怪故事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流萤会出声打断这个梦泡，这不妥妥的揭人伤疤了吗？不过既然花火连流萤的过去都知道的这么清楚，所以这里把它叫成3月7，我还是故意的吧。怪不得前瞻里萨姆一个劲的往3月7脸上踢，大的宇宙上存户要知的嘲讽力度，黄泉还不得把大道都磨灭了。觉得花火这乐子人是故意喊错的，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既然流萤是德拉莫帝国的幸存者，那他又是如何成为一名星河猎手，还和抬头者翻垃圾桶的习惯联系上的呢？这就得涉及到另外3位星河猎手的过去了。从银狼的角色故事里，我们知道陶塔、萨姆还有刃的入伙时间都要早于银狼，而刃的角色故事里则告诉我们，他是被萨姆一记强人所难得强行带到艾利欧面前。再回到塔夫塔的角色故事里，艾利欧招揽塔妈时派出的猎头里并没有萨姆的影子，而是一些死活不论的杂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4人组的入队顺序为陶塔、流萤、刃、银狼。此外，在之前的塔妈同行中，刃却向抬头者主动提出，他曾见到抬头者跟在塔妈身后，还说跟着塔夫塔那么久的，你还是第一的。这说明抬头者早在萨姆到来之前就已经是星河猎手的一员了。这样一来，流萤剧情中对我们无条件的信任也就能得到解释了。毕竟从流萤入伙再到主角失去记忆变成星河金这样的节点间，两人再怎么说也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 2.0 前瞻里还特意提到过王夏一统的弱点就是抬头者。另外了不起的塔尔洛夫这个预告片的封面其实致敬有著名动漫《天元突破》，无论是抬头者的动作还是身后垃圾桶的站姿都和天元一模一样。而天元中主角西门和尼亚的出语是这样的。或许正是因为抬头者在苍穹帝国德拉莫那断壁残垣的钢铁废墟之中，找到了失去一切的流萤，才会潜移默化的养成了每次就翻垃圾桶的习惯。所以流萤才会把自己的秘密基地设在皮沃汤尼的下水道井带之中。因为在这个失去国家和故土的女孩眼里，曾经的自己真就只是一道封存在铁皮断头下的太空垃圾罢了。所以在未来版本，你会像抬头者一样，把这个无条件信任你的垃圾桶女孩给带回家吗？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